干嘛酒吧？大家好 ，Welcome to 祖格迪迪，欢迎来到祖格迪迪。祖格迪迪啊，是格鲁吉亚西北部的第一大城市，是萨梅格列罗州的首府。很多游客来这座城市啊，都只是为了转车去梅斯蒂亚，但其实啊，这座城市还是很值得停留1-2天的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一次 City Walking， 看看这座城市有哪些地方值得一逛。Let's go。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祖格迪迪的城市大道，就这里了。也许大家会好奇啊，这里不是公园吗？怎么会是城市大道呢？没错，这里确实是公园，但是你看那边有车辆行驶的地方就是大道了。然后再看另外一边，那边有车辆行驶的地方也是大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公园是在2条大道的中央。这其实是祖格迪迪城市大道的一部分，也是祖格迪迪的城市中心所在。这个公园呈长方形，两旁充满了高大的树木，并且有2条笔直的步道贯穿其中。步道两边有很多座椅供人休息，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北海的西南大道。那条大道的中央也有一个这样的公园。这种在城市主干道中央穿插公园的做法真的非常好，不仅增加了城市的绿化面积，对环境保护非常好，而且以后城市规模扩大了，道路的拓展也方便很多，一举两得，真的很赞。走到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喷泉，现在正在施工中，看来这个公园应该是近些年改建的。喷泉的后面有一座纪念碑。说真的，在前苏联的城市当中，经常能见到纪念碑的建筑。而在大道的尽头也有一座纪念碑，这里就是自由广场了。说是广场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路口。祖格迪迪的城市大道在这里汇合成一条，这里也是这座城市绝对的市中心，很多重要的历史建筑都分布在这周边，可以看到很多前苏联时期的建筑，有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。所以这条城市大道是我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地方。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达迪亚尼宫，因为这是高加索地区公认的最好的博物馆。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，就是达迪亚尼宫，这是祖格迪迪最有名的一个建筑，也是来祖格迪迪旅游必逛的一个景点。这其实是一片皇家宫殿建筑群，主要是由2座大型的宫殿组成，一座是叶卡捷琳娜王后的宫殿，另一座是他儿子尼克的独立住所。另外这里还有一座小教堂和一座私人庄园，教堂现在仍然在使用中，而私人庄园现在成了祖格迪迪的植物园，就在宫殿建筑群的旁边。叶卡捷琳娜王后的这座宫殿外形非常漂亮，内部装饰也是当时鼎盛时期的俄罗斯风格。这座宫殿之所以是高加索地区公认最好的博物馆，主要是因为它内部藏品的建立非常早，是由大卫王子于1839年建立的，在192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现在的规模了。这里目前有45000件藏品，主要是珍贵的书籍、钱币、军事用具和家具等。这里最著名的藏品当然是1833年拿破仑波拿巴的青铜死亡面具了，目前世界上仅存4个，这是莎乐公主加入法国王室时获得的。格鲁吉亚这个国家虽然地处亚洲啊，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欧洲国家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王室自古以来就和欧洲各国的王室互相联姻，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先秦时期的各个诸侯国，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也是互相联姻的。所以在欧洲旅游啊，当你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真的非常复杂。这个博物馆不大，整个参观下来1个小时足够了。
第二座宫殿是尼克王子的宫殿，规模要小很多，也更加简朴。这是在1880年代由俄罗斯建筑大师设计建设的，结合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国当时的主流元素，外形还是挺漂亮的。不过目前这座宫殿不对公众开放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看了。另外，在这座宫殿的旁边就是祖克弟弟的植物园，曾经是尼克王子的私人庄园，所以环境非常好，时间充足的朋友也可以顺便去逛逛。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祖克弟弟的农贸市场，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市场，据说是格鲁吉亚最大的几个市场之一，有露天部分也有室内部分。最早是路边的一些小摊位，后来就慢慢形成了现在的规模了。这里卖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多，食品、服装、生活用品应有尽有，甚至还看到了一些大型的农用工具，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都有卖。这个市场平时就有很多人，周末的时候更加有人气，所以来祖克弟弟这个市场一定不要错过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除了这三个最值得一逛的地方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一下，那就是祖克弟弟最大的教堂。这是一座在建中的教堂，被称为格鲁吉亚现代教堂的典范。不过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建完，所以无法进入参观。你们去的时候可以去看看，说不定到时候就完工了呢。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在祖克弟弟最值得逛的几个地方。大家如果来祖克弟弟转车去梅斯蒂亚的话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在这座城市停留1-2天，这座城市绝对值得一逛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那咱们下期见吧。那好，米迪斯。